香港的重庆大厦很恐怖，4平方的挂壁房，亲身体验1晚住宿。在繁华的香港尖沙咀地区，有一幢令人闻之色变的大楼，便是这座重庆大厦。这里发生了很多犯罪案件。1995年，印度籍旅客被斯里兰卡同伴杀害。2004年，重庆大厦13楼文华宾馆，一名41岁印度籍女子被杀害，身中多刀，血溅满屋。2013年，一名赴港旅游住在重庆大厦的北京师范大学女学生被强奸，施暴者则是一名26岁印度男子。除了重大刑事犯罪，毒品走私、欺诈偷盗、情色交易、黑社会火拼也是经常发生，导致这里成为臭名昭著的黑暗之心。今晚我将入住重庆大厦里的廉价旅馆，整个房间只有4平米左右，条件极为简陋，价格也足够低廉，被网友们称为挂壁房。从香港机场坐巴士去尖沙咀，车费可以直接刷微信支付，约合人民币33元。对于内地游客来说，支付非常便捷。相对于香港高昂的物价，这车费也谈不上贵，行驶距离有30多公里。内地同样的机场大巴收费应该也要20多元人民币。这是双层巴士，我选择了最好的视角，就是第2层的第1排。晚上的公路上比较空旷，壮观的跨海大桥和灯火辉煌的都市夜景，我在拍摄的同时也感觉到心情愉快。旁边坐了2位同样来自内地的少妇，说着某种不太具备显著特色的方言，我猜应该是来自中部某偏僻地区。他们讲着谁衣柜里堆成山的劳力士，哪个闺蜜又买了一块40万的手表，谁又有一柜子的貂。在旅行中，我同样也遇到许多类似的人，他们的打扮看上去并不时尚洋气，没有那种1线城市 CBD 的精致，言行举止也并不高傲，甚至还隐藏着一些似是而非的自卑，但他们的消费能力却足以令许多光鲜亮丽的1线城市白领金领们肃然起敬。我猜他们莫不就是传说中的小城婆罗门。我和少妇们都在尖沙咀下车，却有着天壤之别的分道扬镳。他们可能去200米之外的香港半岛酒店，价格4000元1晚，而我将奔赴200元1晚的重庆大厦挂壁旅馆。重庆大厦的地理位置其实非常好，它位于香港尖沙咀弥敦道，于1961年落成。在建设之初，它曾经是一栋高档的建筑，经常有英国的高级军官和香港本地明星出入此地。重庆大厦俯瞰维多利亚港，1至3层是商场，当时入住的人都有身份有地位，要称是豪宅也不为过。如今的重庆大厦里面住着来自全球100多个国家的住户和商户，常住客中以印度和巴基斯坦等南亚地区国籍的居民为多，也有一部分来自非洲、中东地区，还有一部分白人，简直就是个小联合国。美国时代杂志曾评论重庆大厦是最能反映全球化、最能反映香港多元文化特色的地方。王家卫导演的《重庆森林》也在此取景拍摄。大厦里有很多廉价的宾馆、商店、餐厅、外汇兑换店等。走在重庆大厦周边，确实能看到许多深肤色的外国人。我拿着运动相机进入重庆大厦，内心还是有些许慌乱，毕竟网络上已经把这里渲染成了一个鱼龙混杂、治安堪忧的地方。我从电梯进到2楼，是一个装修还算高档的商场，并没有什么异常。从旁边的1楼入口进去，应该就是更典型的重庆大厦景象。里面很多的商家都是南亚人，我甚至发现了做印度手抓饭的餐馆。虽然我有点紧张并终止了拍摄，但实际上里面秩序井然，并没有什么异常之处。上楼的电梯需要排队，除了我之外，大多都是外国人，大家都是自觉排队。我订的旅馆在7楼，前台接待是一个南亚小哥，虽然只会说很少的中文，但服务极其仔细，还让我添加老板的微信。老板应该是一位内地的女士。这里便是我今晚要住的房间，价格是208元人民币。它有多小呢？如果按我的步伐，不到3步。如果以床为参照，这张床的宽度不超过1.2米，整个房间基本就是2张床的面积。这个卫生间有多小呢？我必须要侧着身子才能进去，进去以后转身都很困难。这是我此生住过的最小的旅馆。我再用特写来呈现一下房间的硬件条件。复古的窗机空调，插座不知为何要用黄色胶带覆盖，使得出租屋风愈加浓烈。这窗机的噪音非常大，但制冷效果强劲，吹得我有些冷，
但找遍全屋也没有找到空调遥控器。卫生间虽然小，但功能齐全，电热水器看上去起码超过10年了，像是德国牌子。南亚小哥专门强调要在洗澡前15分钟提前打开电源，这样才能有热水。洗发水、沐浴露、肥皂是标配，拖鞋也配了，但我一般都是只用自带的。卫生纸和一次性的纸杯也有配备，插板显得有些粗糙，以至于我都不敢使用它。在床上我还发现了一次性的棉柔浴巾和毛巾，完全出乎我的意料，这点可是超越了许多5星级酒店。现在我出去旅行，无论是住香格里拉希尔顿，还是在日本体验胶囊旅馆，都是使用自带的一次性洗脸巾和浴巾。床下有垃圾桶，可以看到床架是使用了结实的不锈钢材质，哪怕在上面进行高强度的摔跤对抗都毫不担心。衣架也是标配。卫生间的角落，我居然还发现了防滑垫。我仔细观察了一下床单和枕头，发现清洁程度还是很不错的，判定应该是一客一换。四周的墙壁都贴了光洁的瓷砖，虽然比较土味，但也杜绝了霉菌，还显得比较整洁。房间只有这么一个小小的窗户，窗户外应该是大楼中间的中空部分，无法见到自然光，所以住在这个房间里面，基本就是暗无天日，不看时间，根本无法分辨昼夜。因为房间没有异味，设施也还算齐全，这一晚住下来，并没有我想象的难受和难熬。女老板在微信上给我发了许多温馨提示和香港旅游注意事项，并让我有任何问题第一时间联系她解决。所以我躺在这挂壁房的床上，产生了3个想法。第一个想法，硬件条件如此简陋的旅馆，老板却努力提供了标准和人性化的服务，赢得了我的5星好评。我觉得我们每个社会人都应该向这位女老板学习，不论我们身处什么行业，门槛有多低，实力有多弱，都要用心对待，做好这份工作，做好这门生意。第二个想法，人的物质需求底线其实可以非常低。这么一间4平方的小房间，并没有让我感觉到多么的不适应。我们很多时候都是陷入了商家联合其他具有话语权的势力给我们编造的消费陷阱。如果我们头脑清醒地拒绝一些金额较大的消费陷阱，我们的人生会轻松很多。第3个想法，虽然我偶尔住一晚4平方的房间可以接受，但仍然希望香港社会能够在未来扩大香港人的人均居住面积。解决这个问题，香港作为一个发达社会，应该是不缺乏实力和手段，但需要智慧和魄力。至于重庆大厦，网络上把这里渲染得非常混乱，但我通过个人的亲身体验，感觉并没有传闻中那么不安全。重庆大厦里面，无论是商户、顾客、住户，还是来往的人们，大家都显得很忙碌，秩序也比较良好。除了外国人多一些，其他方面并没有什么异常。实际上，重庆大厦业主1999年集资成立1300多万港元的维修基金，展开第一个5年改善计划，包括在大厦各处安装闭路电视镜头，设立中央监察中心，聘请专业保安公司及清洁公司。如今整个大厦安装了208个摄像头，并聘请了保安队伍24小时巡逻。警方也加强了对该区域的巡逻，环境和治安改善了很多。据说现在香港重庆大厦内约有160间小型宾馆或酒店，因其低廉的价格，甚至成为背包客们在香港住宿的首选地。大厦内的约4000名常住客中，主要是香港的少数族裔人士，以印度和巴基斯坦等南亚裔人士，以及来自不同非洲国家的人士最多。这里也几乎成了南亚和非洲国家人士到达香港落脚的第一站。对于这部分人的管理，香港作为一个成熟社会，我对他们的治理能力还是很有信心的。毕竟说破天，这里不过是一栋大楼，香港警方不可能镇不住，就算说破天，也说不破宇宙，还有驻港部队呢。所以我个人最终的看法是，也许以前的重庆大厦确实混乱无序，但现在应该基本正常了。最后还有2个关于重庆大厦的冷知识。很多人看到重庆大厦都想到香港导演王家卫的电影《重庆森林》，想起帅气的金城武在里面吃着凤梨罐头，说着经典台词。但据说重庆森林里有重庆大厦的镜头，其实都是王家卫偷偷拍的。从小王家卫就被重庆大厦的神秘色彩所吸引。1993年，他申请要去重庆大厦取景拍电影，业主法团担心负面影响，并没有批准。从此就是电影剧组跟保安的游击战，电影画面的摇晃。与其说是什么特别的拍摄手法，倒不如说是因为无奈。第2个冷知识，
香港一代女神钟楚红就曾经住在重庆大厦。1960年出生的钟楚红自小跟家人住在重庆大厦，即使在1979年她获得香港小姐第4名后，也并未搬出重庆大厦，一直到1984年。B 座5楼 B1室就是钟楚红曾经的家，现在已经是一家叫 Chungking Lodge 的宾馆了。我这次是从日本东京的成田机场飞抵香港，走在香港的街巷之中，产生了一个对比：香港和日本到底哪个社会更富裕？我收集了许多信息，也做出了自己个人的判断。下期视频将给大家呈现，欢迎大家订阅我的频道，我们下期再会。